今天这礦口誰都不能下。林岩，你一个地质勘测中心的研究游员，大清早的不去上班来堵我矿口，快滚！少耽误我们開工。我就是来通知你們停工的。勘測中心發現這礦山位移數據超過預警線了，隨時可能山體滑坡，近日不能下腳。各位礦工師傅，你們看。這12組監測點全部標紅，也就是說，這陣子積雪融水滲進岩層，礦道隨時會塌，山體隨時會滑。今天下礦，我怕你們有命進沒命出。聽說前幾天西礦道那邊就總掉碎石，不會真要塌吧？可停工1天就少1天工錢，家裡娃還等着交學費呢。這工期卡得死，晚1天就少賺1萬。林岩在煽風點火。這幫礦工惜命不敢下腳，我這一冬天都白幹，絕不能讓他腳黃了。安靜，那是危言聳聽。咱們在青石嶺刨20年土，哪塊山石鬆動，哪道岩縫震水，閉着眼都能摸出來。他坐辦公室畫2張破圖，算幾個虛數，就唬住你們了。哼！愣着看什麼？趕緊下井幹活！唉，哼哼。3日後特大暴雨，會發生大型山體滑坡。趙老根，你再不停工，就是害人命。都磨洋工呢，再不進去，今天工錢全扣。各位師傅稍等，我車裡有現場監測設備，風險到底有多大？我拿實時數據給你們看明白。你們看這12處監測點，現在掉的還只是碎石。3天後特大暴雨下來，積雪融水滲進岩層，撐裂礦道，到時候是整面山壁垮下來，根本沒逃生空間。真塌了，咱連喊一聲的功夫都沒有，命都沒了，賺那點工錢有啥用？要不今天先別下了。這些都是假的，什麼勘測中心，他是故意編出山要塌的瞎話。想攪黃咱們的礦，搶咱們的生意，想掙咱的錢。對，他就是等咱們礦停了，想賺我們的罰款錢。一停工，你們一家老小喝西北風去，孩子學費、老人藥費，他林岩給你們掏。我說怎麼大清早來堵礦口，原來是玩陰的。什麼破儀器，專門拿來唬人的玩意兒，給我砸了！住手！這些設備值好幾萬。趙老根，你煽動工人損毀溝物，是要負法律責任的。哼，法律？你跑到我礦上造謠生事，耽誤我開工，怎麼不說犯法？排好隊，下礦。我帶着全隊熬3夜的監測數據連夜趕來，搬設備講風險，就想把人從鬼門關拉回來，到頭來報告被毀，設備被砸。好話說盡抵不過趙老根幾句威逼利誘。想攔我，也不看這群人領不領你的情。林岩，我告訴你，這礦我開定了。好，那就祝趙礦主扛得住山體滑坡的損失。林工，你一個坐辦公室的，懂什麼？山體滑坡我見多了，沒多大事兒。趙老根，你拿人命換錢，卻不知這場滑坡會連你的搖錢樹礦洞一起埋了。這都是你們自尋死路，多的是人找我止損。林工你好，我是王家村的礦主王建國，勘測中心把你的山體滑坡預警數據轉我了。我看我們村整片後山都在風險區裡，想請你幫忙做防災鼠。可以，我要先了解村裡的人員和地形情況。林工，情況緊急，咱們路上說。後山位移連續3個月超預警線，跌坡傾角，每天上移0.1毫米。這場暴雨是臨界點，隨時可能滑坡，我們要馬上帶村民撤離。現在特殊時期，時間緊迫，我不會讓王家村的任何一個工人白送性命。王礦主，
咱還有3天時間，撤離路線、安置點、全員演練，一樣不能少。全体矿场工人，现在到矿场大门口集合，带上干粮和水，每家清点人数，每家清点人数。你不问我有多大把握？不问。你是专家，你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矿主，王家村广播喊全体集合，说要撤离防滑坡。不用管他，那王矿主也是傻，林岩一张嘴就信。赵矿主，这都打雷了，马上下雨，要不咱撤吧？撤什么撤？龙王爷掉了几滴眼泪，就想吓走咱们。今晚加一班赶工期，趁王家村停工，咱们多挖多抢单，多赚钱。王矿主，咱们村的矿场工人已经全部安全撤离了，要把设备也搬走吗？不用搬，人命关天，先保人。设备那都是身外之物。王矿主真是深明大义。要说大义，林公才是真正的深明大义，是我矿场的大恩人。听说赵家村的矿场还在干，真是要钱不要命。他们真是作死。矿主，上午出了21车，比平时多3车。21车，还不够月底交货。继续干，多干多得，奖金翻倍。月底200车，1车不少。预付款我收到了，你等着收货。矿主，这2天手机上天天发预警暴雨滑坡，要不咱也撤？笑话，预警不天天都有，哪一回真下过？可这回看着就像真的。王家村那边帐篷都搭起来了，那就不可能是真的，还下暴雨呢，我保证1滴雨都下不来。赵家村还能撑多久？后山早就过崩塌临界值，现在不是能不能撑，是赵家村知不知道，能不能来得及跑？那怎么办？我再给赵老根打一个电话。林公，大半夜的又来咒我？赵矿主，数据已经过崩塌临界值，今天真的要撤了。我今天出了65车，65车，你懂吗？1个月1800车，我合同都签了，马上就能在城里买豪宅了。林公，你那几张纸还是收好吧。你尽力了，光尽力不够，这是赵家村20几条命。今天矿石出了63车，破单日纪录。今晚红烧肉管够，明天每桌加只鸡。这个月目標1800车。矿主，这个月家裡老小過年有着落了，肉錢、衣裳錢、孫子的學費全有了。跟着我幹，年年過年都有着落。现在这个情况，赵家村必須馬上撤，我不能拿人命賭氣。我是林岩，編號0471，趙家村礦區顛簸傾角已突破崩塌臨界值，我請求你們立刻啟動1級應急響應。林公，數據我們這邊也收到了，情況確實嚴峻，我們已經向上級匯報了。匯報不夠，現在每1秒都關乎人命。趙家村礦主趙老根拒不配合撤離，我2次進村都被趕了出去。我請求你們以官方名義直接通知趙老根，責令礦洞立即停止一切作業，所有人員馬上撤離到安全區域。他不敢不聽你們的。好，林公，我們馬上出車，我親自帶
趙家村。謝謝，拜托了，记住，6个小时。趙老根，这一次你能听一回劝吗？矿主，最后一车出完了，178车，本周任務提前完成。明天让大家歇半天，拿酒来，今晚跟弟兄们喝一杯。矿主，今天活多是多，但是现在网上也说有暴雨，镇上广播也播报了，眼看着雨越下越大，咱们也撤。不就是下点小雨吗？都不准。林岩那是读书读傻了。大伙们听好了，咱挣咱的钱，一点事儿不会有。赵矿主，我是气象预测中心的。根据监测，未来6小时内，你们矿区所在区域将有特大暴雨。后山山体位移数据已经突破红色警戒线，我们正式通知你，矿洞立即停止一切作业，所有人员马上撤离到安全区域。是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安排停工，让兄弟们收拾东西撤。明白，您慢走，路滑，注意安全。我们撤不撤？去。把兄弟们叫回来！矿主，这人家刚让停工，178车是本周的数，下周的指标还没开呢。这批货明天就要拉走，停了工，违约金你替我掏。只要这批货出去，这个月的利润就能翻一番。山体滑坡，能有我口袋里这些钱重要。矿主，这周178车，我在这矿上干了8年，没见过这么顺的。顺是因为弟兄们肯干。可不能因为下点小雨就说不干。矿主，你说的是，说句实在的，你赶走那个林公以后，反倒事事顺了。那人就是晦气，他在的时候天天拿着那几张破纸念叨，老子听着就来气。那他现在去哪儿了？哼，跑王家村去了，说那边也危险。王矿主还真信了，带着全村住帐篷。住帐篷？这大雨天的，400多口人挤帐篷里。他爱住让他住去。咱这边照常出矿，一天不耽误。矿主，夜班第3組剛下去了12個人，這雨下得太大，都睜不開眼了。年輕人，怎麼遇到點小困難就退縮？讓他們出完這車就上來，留2瓶酒，等他們上來喝。矿主，山體滑坡，礦洞塌了，那10幾個礦工全困裡邊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這礦洞塌了，我上百個預付大單可怎麼交付？這還攤上人命了，我的老天爺喲！趙家村礦口方向，礦口要出事，立刻通知趙家村，礦口發生泥石流塌方，12名礦工被困井下。我馬上趕過去。哎，天殺的趙老根跑了，工人還在地下埋着，還愣着幹什麼？地下12個人啊，快挖，快挖！你瘋了，這泥還在往下滑，你不能這麼挖。那你說咋辦？等他們死在裡面。停下，都給我停下！你誰呀你？地下埋着我兄弟，別擋着我救我兄弟！亂挖等於殺人，塌方口的南石結構已經鬆了，你們這麼盲目往下刨，觸發2次垮側，底下的人和你，誰都活不了。都看清楚，這是礦道的避災巷，你們趙礦主當初按我給的備辦圖紙修的，位置就在主官道左側40米。塌方發生在礦口端，但礦道深處沒有垮塌，12個人大概率被困在這裡。對，避災巷我記得，上個月就是我修的，裡頭有水和壓縮桿梁，能撐好幾天。從這裡打，1層破浮土，第2層穿碎石，第3層直通避災巷頂北。每組6人，3班輪換，不間斷作業。
所有人跟我上，一定能把他们救回来。分3班，第1班破浮土，第2班穿碎石，对准必在向董兵，第3班候补接替，不准乱挖，每一抄按我画的线来，听懂没有？听懂了，林公，你说咋挖就咋挖。好，第1班上。林公，第2层是碎石层，太硬了，铁锹卷刃了。这碎石层得有多厚？3米出头，换钢钗和镐头。从左侧下力，別硬怼，避灾档就在这层下面。得嘞，换家伙，这碎石我熟，顺着纹路敲。停，都停！你们听到没有？底下在敲，底下在敲，敲了，底下有人，底下的人还活着，敲回去，快敲回去，告訴他们我们来了，让他們撐住。我數的，加上剛才的3下和4下，總共12把，12個人全在，活着，都活着，別亂，都別亂。按我說的，最後一層只開側口，不能破頂本。林公，讓我們開個大口子，把人直接拉出來，不行嗎？幹嘛非得開側口？不行，避災巷的頂板一破，上面的碎石層全塌下去，底下的人沒被埋死也要被砸死，你們誰擔得起這個責任？遞我手槍，你們拿好雨布和乾毛巾，人一出來立刻裹上。接人，一個一個來，不要擠。12個全在，水還有，乾糧也還有，避災巷沒塌，就等你來救我們。警告！警告！山體位移，超警戒。山體正在大面積滑落，比剛才那次更大，整面坡要下來了。所有人立刻扶傷員往山下撤，不要回頭，趕快跑！快，再快！不要停，都往上跑，誰也別落下。林公，你也快跑，別墊後了。你不跑，誰帶我們跑？別管我，你們先上，把傷員抬穩了，一個都不能少。到了，到了，前面就是安全區。我的老天爺，要是再晚半分鐘，咱們全埋在下面了。別說了，別說了，我看着探照燈架子就那麼被捲進去，嗖一下就沒影。我們10幾個在裡面的時候，就聽見外面轟隆隆的不已。老李說肯定是泥石流，我們還不信。手臂擦傷，不深，你自己活動一下手指能動嗎？能動能動，就是破了點皮，不礙事兒。這裡疼不疼？深呼吸，吸滿，吐乾淨。不疼，就是餓，渴。底下那點壓縮糧根本不夠分。全部輕微擦傷，無人重傷。避災巷修得扎實，你們12個命大。聽到沒有？林公說避災巷修得扎實。當初修這條巷子的時候，趙礦主還嫌多花了錢，現在看來這錢花得值。煙全泡湯了，算了，不抽了，活着比什麼都強。回頭我請大夥喝頓酒，誰不來我跟誰急。你這酒得請林公喝第1杯，要不是林公攔着咱們不讓破頂板，底下人全得讓碎石砸了。對，林公是頭功，勘察那會兒說礦口有隱患，咱們還不信，現在誰敢不服？別謝我，要謝就謝避災巷，那巷子修得牢。還有你們幾十號人一宿沒歇，沒一個人喊停。趙老根跑了，現在咱人都安全了，走，去他家找他算賬。趙老根個王八蛋，咱們在下面埋了一宿，他呢，跑回家睡大覺去了，還有臉睡？我兄弟在井下刨了10年礦，差點連命都搭進去。弟兄們。我老劉在井下被埋了10幾個小時，啃壓縮乾糧啃得牙出血。我不求別的，我就要一個說法。林公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這條命以後就是你的。但趙老根呢？他說山裡住了幾十年，從沒滑過坡，現在礦塌了，人差點死了，他跑了。弟兄們，林公是省裡派下來的，有學問有良心，還救過咱們的命。我提議讓林公當咱們的代表，帶咱們去找趙老根，好說法。對。好，我帶大家去。但有一條，
到了趙老根家门口，只講道理不動手。我們要的不是打人，是公道。老根，外面来了20多号人，领头的是那個姓林的工程師。你出去還是不出去？出去個屁！我一出去，他們非得撕了我。可你躲得過初一，躲不過15。賣房子的錢還剩多少？設備賣了，礦石賣了，房子賣了，貨車賣了，3萬外加急售房款，一共湊了不到8萬。醫藥費、傷殘補償金、違約金差得遠。那怎麼辦？一個字，拖！趙老根，你有臉躲着沒臉出來？你在裡面跟你老婆商量怎麼拖是吧？你拖得起，我們拖不起。趙礦主，我是林岩，醫藥費、違約金、賠償金你1分都不能少，那是他們的血汗錢。趙老根，欠債還錢天經地義，躲不過去的。當初我幾次勸你停工，你不聽，就該想到有今天，你活該！你們就是把我綁了又怎樣？我1分錢也不給你們！林岩，你少在這看笑話，我沒錢。我說了，不動手。趙老根，你躲在裡面算什麼男人？合同違約，礦石不到貨，客戶全款預付，12萬8，今天必須給說法。林公也在，你捨身救人，我敬你是英雄，也來找趙老根討債。正好，咱一致對外，叫他趙老根不死也扒身皮。我們只認錢，今天不給違約金，不給就報警了，不出來後果自負。各位大老板、大善人，醫藥費、違約金、補償金，我全部認。賣房子的錢、賣設備的錢、賣礦石的錢都在這兒。給個生路，給你生路。塌方剛過，你就光想自己掙錢，不管工人死活，你是罪有應得。今天這錢少1分，我讓你在青石嶺待不下去。老根，咱們去哪兒？你娘家那邊還能回去嗎？先去你姐家住一陣吧。林公，你是好人，我現在是自身難保，我知道錯了，你幫我求求情，他們都聽你的，行嗎？趙老根，你不是知道錯了，你是知道自己死了。知道錯和知道自己死了不是一回事。周鸿昌施工队，礦山治理，低價優質，價格好商量。邊坡加固，礦口回填，地質治理，統統半價。周老板說了，青石嶺的事兒就是他周鴻昌的事兒。林工是吧？聽說咱們青石嶺要搞邊坡加固，我姓周，叫周鴻昌。青石嶺呆坡加固现在是头等大事，2村一共湊了19萬，但是不夠。林工，我們跑了好幾家施工隊了，鎮上那家報價38萬，是咱們的2倍，這錢根本不夠啊！那咋辦？礦口那次泥石流把半面坡刮空了，再不加固，下回暴雨還得塌，咱們不能乾等着呀！林工，要不然我去找我那幾個老客戶借點，19萬確實不夠，再加個5、6萬，興許能找個差不多的施工隊。借錢不是長久之計，先別急，符合預算的施工隊一個都找不到。不是找不到，是符合預算的根本沒有合規的，營業執照過期，設備全是2手，連個勘測員都沒有，這種隊我哪敢用？那就再找，預算可以減，
標準不能降，達不到規範標準的施工隊白送都不能用。礦口那次的教訓還不夠。林工，听说咱们青石岭要找施工队。我姓周，周洪昌，洪昌工程公司的，搞礦山治理10幾年了。青石岭这一带我熟得很。周老板，消息够灵通的。我们才開始找人，你就到。做我們這行的，哪兒有工程，耳朵就往哪兒豎。來，咱們進去呀。18萬，周老板，你報18萬，鎮上要38萬，你才報一半。一份施工方案，一份報價單，18萬工程全包。18萬能做下來？周老板，你不是在開玩笑吧？不開玩笑，你們放心，我搞礦山治理10幾年，從鄰省到本省，幾十個顛簸項目，沒有出過一次問題。我周洪昌做事講口碑。林工，這個價咱們湊的錢剛好夠。先看方案，價格低當然好，但我得看到底用什麼材料，什麼標準，才能花這個錢。林工，你放心看，我周洪昌別的沒有，就是實誠。你看完了咱們再談。總之，價格絕對是全青石嶺最低的。這個價不為賺錢，就為在咱青石嶺立個好口碑。你們把心放肚子，絕對讓你們花最少的錢辦最牢靠的事兒。林工，18萬全包，比咱們預算還省了1萬。關鍵是周老板有經驗，搞了10幾年礦山治理，人看着也實在。先別急着定，我看看方案。抗滑樁間距1.8米，1.8米。我們做過好幾個項目，都是這個間距。青石嶺的邊坡傾角超過35度，泥石流一來直接從中段撕開，規範上至少要1.2米。湖泊網的規格也不對，青石嶺的顛簸需要的是高強度湖泊網，抗拉強度至少80千牛每米，差4倍。林工年輕有為啊，不過礦山治理跟書面理論不一樣，我在工地跑了10幾年，這些東西門清。保徑深度只寫了依據現場4個字。我問你，你的保徑深度最低打算做到多少？1米、2米，還是到現場看心情的？哎，這些數據嘛，都可以調整，咱們以實際施工為準，絕對不會出事。林工，你放心。想合作可以，先把以上我說過的改成我說的合格的，改完再談。好，好，林工，你提的要求，我周某人全部照辦。我回去就改，保證每一條都按你的標準來。周老闆，我醜話說在前頭，青石嶺礦口剛出過事，12個人被埋在下面10幾個小時，要是不合格，這單生意就不是你的。林工，你放心，我周洪昌做工程講良心，方案拿回去一定好好改，保證讓你滿意。那我先走了，回頭見。一群鄉巴佬裡頭，真有個懂行的，先穩住這個林岩。再散播點謠言，讓他走。青石嶺這塊肉，我周洪昌吃定了。林工，改好了，抗滑樁間距1.2米，湖泊網換高強度，錨定深度下限4米，每一條都按你提的要求改到位。你們看看數據，全標得清清楚楚。周老闆，你改得夠快的，昨兒才提的要求，今天全改出來了。林工提的要求，我周某人全部照辦。你們放心，成本價施工，18萬全包，質量不降。咱們青石嶺老百姓湊的血汗錢，我周洪昌一定對得起。這個周老闆人實在，價錢合適，方案也改了，咱們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天底下不一定全是壞人。可是林工昨天說方案有問題，不過他現在全改過來了，應該是誠意吧。紙上改得漂亮，每一條都按規範標了，我看了3遍，數據都對。那林工，咱們是不是可以簽合同了？但我把話說在前頭
施工过程中我要定期抽检，任何一道工序不达標，立馬停工。你答應了這個條件，咱們再往下談。保證沒問題，隨時來查。我周鴻昌做工程最不怕的就是檢查，質量擺在那兒，你怎麼查我都不怕。頭，相機放哪邊？東偏坡還是西偏坡？東偏坡，先把裝位標出来12個點，間距1.2米，拿白灰畫圈，剩下的跟我去西邊搭工棚。看看到底是專業施工隊，這陣勢比當初趙老根的礦工隊強多了。是啊，18萬比鎮上便宜了一半，方案也改了，人還在現場盯着，這買賣值。林工，你在擔心什麼？方案不都改好了嗎？價錢也談妥了。紙上改的再漂亮，也得看實際幹成什麼樣。一個昨天還偷工減料到那種程度的人，今天全改了，你信？那你為什麼還同意簽合同？因為預算只夠請這樣的隊。但我把醜話撂在前頭了，隨時抽檢，不達標就停工，讓他知道有人盯着他，才不敢胡來。盯緊點兒，這個周鴻昌小動作多，怕給咱使詐。施工過程中我只要不在，你就給我盯着，一根樁、一卷網都不能放過。老王，省里通知我进山做全域地质分检，我后天中午之前回来。这2天施工队你幫我盯着，尤其周鴻昌，別讓他搞小動作。你放心去，工地那邊我讓老李頭多看着點，他在礦上幹了40年，樁打得認不認真，一眼就看得出來。李師傅，我後天中午前回來，這幾天工地上的事兒你幫我盯着。周鴻昌這個人我看着不太放心，萬一他有小動作，你記下來。林工，你放心，工地有什麼問題，我看一眼就有數。有您在我就放心了。抓緊幹，林岩那小子走了，咱們趁這2天把樁全部打完。周老板，那樁深還是打6米，圖紙上寫的6米，打什麼6米？4米夠了，圖紙有留餘量，砍2米根本不礙事，省下來的混凝土按實際算賬，你我都有好處。听我的，出了事我兜着。这网不对吧？比昨天那批轻了一半，能扛得住滑坡？少廢話，周老板讓你上你就上，出了事他兜着。周老板，從這兒直接挖這碎石沒篩過，含泥量大，回填上去不結實。反正是山上的石頭，填回去不是一樣？讓你幹你就幹，出了事我兜着，你怕什麼？李師傅，您是趙家村最有資歷的老礦工，往後林岩來查，您幫着在村民面前說幾句好話。這條煙是見面禮，後面還有。你小子把工程做這麼次，膠樁都弄不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把戲。2條煙就想買我？今天就給我把剩下的樁全部打完，別磨蹭，趕在林岩回來之前能打多少打多少。周老板，今兒還有8股樁，全打完得幹到天黑，天黑就天黑，家宅被我照給，根樁都不能少。头，真就打到這兒？圖紙上寫的6米啊，這才4米，差了2米呢。4米夠了，你們幹了這麼多年工程還不知道，設計上都留了餘量，砍一點不打緊。6米是珠面上的，4米是實際上的，省下來的混凝土和工時，我給大家折成獎金，每人多給3天工錢。3天工錢換2米，這買賣划算。反正出了事也找周老板，咱們幹活的能出啥事兒？這碎石沒篩過，含泥量高，填進去不結實。過2年下雨一泡，全給你沉下去。老哥，你放心，我幹了10幾年，心裡有數。這碎石跟料場的一樣，來抽根煙，別想那麼多。周老板，我在工地也幹了20多年了，這碎石不篩，含泥率至少超了15%，規範上最多5%。規範是規範，現場是現場。哪個工地不根據實際情況調整？老哥你就別操心了，咱們把活幹完拿到錢，比什麼都強。
可让我找到你偷工減料的機会了。裝身缩水，网料降當，碎石不篩，這些證據給林公，我看你還怎麼忽悠。6米的樁你打4米，差了1/3，這是給青石嶺加固還是糊弄鬼？碎石不篩，就地私挖，回填出來的地基比泥巴硬不了多少，下雨一炮全給你沉下去。周鴻昌啊，周鴻昌，你是真當青石嶺沒人懂工程？6月12， 3號樁4米，6月12，鋪坡網降等，6月13， 5號樁4米2，7頁了，夠讓這個周鴻昌吃不了兜着走。李師傅，啥事這麼急？礦主，你看看這個，趕快通知林工，周鴻昌那幫人在山上偷工減料，樁身歇水，網料降檔，碎石不篩，我蹲了3天，全記下來了。這個周鴻昌，我們2村湊的19萬，他就這麼糊弄，全他媽是照着省錢來。我這就給林岩打電話。林工，出事了，你走的這3天。周鴻昌就會偷工減料，老李頭蹲了3天，全部記下來了，7頁紙，樁號時間清清楚楚。先拖住他們，老李头的记錄筆收好，不要讓周鴻昌知道我们在盯着他。我明天一早到现场，一定不能让周鴻昌偷工減料的陰謀得逞。6月12號偷工減料第1天，樁身砍到4米，混凝土降標，護坡網降檔。來，看看你這一天給青石嶺送了什麼樣的位移。林工，大晚上不睡覺來這兒幹啥？查周鴻昌偷工減料的證據。我是這兒的工作人員老鄭，你的事兒我聽說了。你知道外面傳你什麼嗎？說你吃回扣，故意刁難施工隊，全中心都在議論你。老鄭，先不說那個，這些數據幫我做一份正式的監測報告，走正規的流程。行，我今晚就辦。你看，位移增量0.6毫米，正常應該低於0.2。樁剛一縮水，顛坡就開始挪了。回點全對得上，時間、樁號、違規內容一處不差。4天位移累計增長超過3毫米，這不是正常儒道，是結構在鬆動。周鴻昌，你省下的每一分錢，全寫在這條曲線上。有了這幾個證據，偷工減料是吧？位移曲線、現場照片、違規記錄、對比數據，樣樣對應，樁樁清楚。周鴻昌，我看你還有什麼好說的？你們那個林測測員啊，到底是外地來的，在這兒待不長。你看他把標準定那麼高，6米樁高強度網，說句不好聽的，這些材料加在一起，價格正好夠換他熟悉的施工隊進場。你們想想，定高標準的和指定施工隊的是不是同一個人？周老闆，你這意思，林工他定高標準是為了換他認識的施工隊？我也沒證據，就是覺得奇怪。青石嶺小項目，這些標準只有大城市施工隊才做得到。把施工隊換掉，不就順理成章了嗎？聽說了嗎？那個林岩想把周老闆擠走，換他的關係戶來撈錢。方案上數據改得那麼苛刻，就是為了讓別人做不了，只有他的熟人能做。真的假的？他一個勘測員還敢這麼搞？那可不，周老闆親口說的。這工程本來好好的，是他林岩非要提標準，一提標準就得換施工隊，一換施工隊就是他的熟人。聽說了嗎？那個林勘測員說他定高標準是為了拿回扣，換了施工隊他就能分3成。3成？咱們2村湊了19萬，3成就是5、6萬啊！他要真這麼幹，咱們血汗錢不就被人坑了？不行，萬一周老闆說的是真的呢？咱們得去問問王礦主，他最清楚林岩的底細。礦主，周老闆說林工故意把標準往高了定，是想從中拿回扣。你給句話，到底有沒有這回事兒？我們2村湊的19萬，不能讓人不明不白的吃掉。
你们忘了矿口塌掉那天是谁在暴雨里带队下去的？林岩刚救过咱们的命，是那种坑钱的人吗？周老板，王矿主说林岩不是那种坑钱的人。老刘啊，你想想，王矿主跟林岩什么关系？矿山治理项目他王矿主有股份的，林岩要是从中拿回扣，王矿主能没好处？他俩是一伙的，都是在骗你们。听我的就对了，我是在给你们省钱。我周鸿昌从来都是替老百姓着想的。情况怎么样了？第一份，边坡位移異常報告。6月12號樁縮到4米。第二份，現場鐵證，6月的樁孔只有4米，少了1/3。護坡網軟得跟鐵絲衣架一樣，根本不是合同上寫的高強度。每一項差距我都用紅色標出來了。樁深差2米，材料降2檔，片料零成本，不是誤差，是故意的。林工，周老板的人今天一直在村裡散播你吃回扣的謠言，村民們已經開始動搖了。周鴻昌狗急跳牆了，他偷工減料的證據我都準備好了，他傳得越廣越好。等我到了村裡，當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他的陰謀。12根樁，沒有一根是滿6米，最短的4米，最長的也不到4.5米，平均少了30%。這不是施工誤差，這是系統性偷工。合同寫6米，周鴻昌你打4米，合同寫高強度，你換普通網，每一條你寫的合同，每一條你都自己違反。一共省下6萬8千塊，你報18萬的工程，省了將近7萬。周鴻昌，你到底是在加固天坡，還是在拆天坡？林工，周鴻昌的謠言越來越邪門了，說你跟某個施工隊簽了私下合作協議，還有轉賬記錄。私下協議、轉賬記錄，他連偽造的材料都準備好了，很好，說明他真的怕了。人在怕的時候才會造假。現在連我跟你也綁在一起，說咱們合夥拿回扣，想打壓周鴻昌的公司，自己在扶關係戶上位。林工，你不回來澄清一下？讓他傳，謠言傳得越兇，回頭我亮出證據的時候打臉就越響。我手上的偷工減料的證據，可以讓周鴻昌立馬滾蛋。都聽着，不管誰來問，咱們打的就是6米樁，鋪坡網就是高強度，口徑必須一致，一個字兒不能亂。誰要是說漏了嘴，工錢我1分不給。你們幹了這麼多天，工資全在我手裡，都想清楚了。周老板，萬一那個林工拿出數據來，機器測出來的東西數據？什麼數據？他那電腦上的東西誰看得懂？咱們做的是實打實的工程，現場工人最有發言權。記住了，是他林岩不懂現場，故意把標準定高了，想讓咱們幹不下去。我讓你偽造的林岩吃回扣拉關係戶的報告呢？周總，都準備好了，合作協議、轉賬前圖、聊天記錄，一共3份材料。很好。林岩這小子懂行還較真兒，不把他打發走了，咱還怎麼賺錢？明天我就帶着報告和村民去勘測中心舉報他。鄉親們，我周鴻昌拿成本價給你們幹活，1分錢沒賺，可有人看我不順眼。林工林岩，他嫌我不用他指定的施工隊，他那套標準根本不是為咱青石嶺定的，是按大城市工程來的。他故意抬高門檻，就是想把我擠走，換他關係戶的施工隊來撈錢。周老闆價格確實便宜，人報36萬，他報18萬，砍了一半。他林岩一個毛頭小子，來村裡才幾天，他在勘測中心拿工資，咱們2村湊的血汗錢，憑什麼讓他指定施工隊？
這裡邊能沒貓膩？周老板說的在理啊，他一個勘測員憑什麼替咱們做主？18萬是咱2村湊的，又不是他林岩的钱。对，钱是咱们的，施工队也该咱们说了算。我今天就去勘测中心讨個說法，有膽量的跟我走，咱們當面對質，看看他林岩敢不敢當着領導的面把話說清楚。光靠嘴说不行，得有東西。你看看这个。看，3萬塊從林岩賬戶轉給清遠度角的，轉賬時間、金額、收款方清清楚楚。周老板，這賬戶名明顯批過的，字體都不一樣，底符都沒去乾淨。誰說屁的？這就是真的，咱們能拿出證據。到時候當着一群人的面亮出來。誰還能當場鑑定真假？合作協議、轉賬憑證、聊天記錄3件套，缺一不可。到了勘測中心往桌上一攤，他林岩就是長10張嘴也說不清。明天到了參測中心，我拿了這個，林岩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。有假報告舉報，還有牆頭草的村民。林岩，你小子蹦躂不了幾天了。等你灰溜溜滾蛋了，青石嶺的工程還是我周鴻昌說了算。你們測測中心的林岩，在青石嶺偏坡項目上故意抬高施工標準，想逼走我們低價施工隊，換他的關係戶。我們全村老百姓湊的血汗錢，不能讓一個毛頭小子糟蹋了。我是這裡負責的，你們要反映情況，先進來說，不要堵在門口。魏主任，我們今天來就一個要求，開除林岩。他把一個小的加固項目標準定得比三峽大壩還高，這不是替老百姓幹活，這是替回扣幹活。叫林岩過來。是。乡亲们，吃回扣、拉關係戶的人不是我，是周鴻章，我有證據。裝模作樣，拿幾個破文件袋就想嚇唬人？你林岩有幾斤幾兩，我清楚得很。這是趙家村邊坡半月位移監測報告。周鴻昌，樁身砍多少，山體支撐力就掉多少，這個道理你總該懂吧？一份報告能說明什麼？數據你們自己編的。我今天就撕了他！周老闆，冷靜，中心有監控。這張12號樁位，深度沒到5米就封口。這張3號樁位，照片邊緣能看到側身尺，4.3米，清清楚楚。這不就是偷工減料嗎？幾張破照片說明不了什麼，角度故意拍的。我不認。這裡面是你和工頭的通話錄音。你親口說的，樁打4米就行，別讓村裡人知道。周鴻昌，要不要我現在放給大家聽聽？你從哪兒弄的？這是非法錄音，不算數。算不算數，放出來就知道。魏主任，麻煩把音箱接上。12根抗滑樁，合同要求每根6米，實際施工
平均4.2米，比合同少了将近1/3。高强度护网，合同要求屈服强度345兆帕。你装的是什么？普通围栏网，徒手就能弯，成本差了多少？差了4倍。偷省材料费、人国费，共计68000元。周鸿昌，这筆錢你打算怎麼跟村民交代？都給我咬死了！是6米，6米，誰露餡扣誰全部工錢。不用咬死了，我替你們說。7月12日，3天一共12個裝位的記錄，全在這本子上。老李頭，你連幾點幾分都記了？你天天蹲在工地上盯着我們。對，你們打樁的時候，我就在對面板房裡，透過窗戶拿望遠鏡盯着。老李頭說的对，確實只有4米多。你胡說！你收了他多少錢？我不幹了，看你們能把我怎麼樣！你們自己找施工队。這賬你賴不掉，你也跑不掉。栽赃陷害我的事，好好算算。我全都說，樁是周鸿昌讓打4米的。他還跟我說，敢泄露1個字就扣光我們全部工錢。我一個打工的，我沒辦法。媽的，搞半天我們擔着塌方的風險在幹活，錢全讓他一個人省了。工錢呢？這活我們不幹了，先把之前的工錢結了。你們只要按標準幹活，該結算的工錢1分不會少。你們願不願意留下來，把沒做完的活計按標準補上？當然願意，我們有手藝，就是被周鴻昌壓着不敢做。那好，跟我來，我帶你們去找他。剩餘工程款63000全在這兒。林岩，我認栽。林工，對不住啊，之前我們聽信周鴻昌的謠言，冤枉你了。是啊，林工，我們糊塗。林工，63000加上村裡湊的那點兒，加固工程的錢還是不夠，剩下的活怎麼辦？加固是治標不治本，我在想，關停所有殘礦，把這些廢礦洞改造成旅遊景點，讓趙家村徹底轉型，做生態旅遊。關停礦山，絕對不行！村裡人全靠挖礦養家，你這不是斷活路嗎？趙家村正對面就是雲山主峰，這風景放全省都數得上。廢棄礦坑改成階梯公園，種上花草，打造礦坑生態景觀區，靠山水，靠礦山文化吸引遊客。農家樂、土特產、導養服務、研學體驗，每一個環節都能讓村民賺到錢。哼，我是這兒的村民趙虎，我看他就是瞎折騰。他把錢造完了，拍拍屁股走人，最後倒霉的還不是咱們這些挖礦的。旅遊那是城裡人的玩意兒，我們祖祖輩輩靠山挖礦吃飯，你說不讓挖就不讓挖，不靠譜。就是挖礦雖然苦，但每個月能拿到現錢。搞旅遊誰給你每月發工資？大家都聽見了吧？林岩是站着說話不腰疼，他一個搞地質的，懂什麼經營，懂什麼賺錢。關停礦山就是斷圈子的活路。你們想想，挖礦天天擔塌方風險，上一回滑坡12個人困在井下，要不是林工組織救援，早就出人命了，命都沒了，錢有什麼用？王礦主，你家底厚，當然不在乎，你怕是跟林工合夥撈好處吧？轉型項目，你王礦主是不是能拿不少？要停礦也簡單，每家先補3個月工錢，少1個子兒都不行。拿不出來就別談什麼轉型。趙虎，要是3個月後旅遊賺的比挖礦多，你就帶頭把私礦停了，再也不暗中搗亂。敢不敢跟我打個賭？我給大家算一筆賬，
一个壯勞力挖礦，月入6000，但是天天在井下塌方、透水、瓦斯，哪一樣都能要命。旅遊做起來，農家樂、特產店，旺季一天能賣上千塊，崗位遍地都是。鄰村紅岩村3年前也是廢棄礦山，如今村集體年收入超200萬。礦不比咱們大，山不比咱們好，人家能做成，我們為什麼做不成？紅岩村，畫大餅誰不會？林岩，你少拿空話唬人！你說轉型能賺錢，可轉型要多久？3個月，拿什麼跟挖礦比？大夥要的是現金，現金補償。趙虎，你這麼反對停礦，不是為了全村人，是因為你在後山偷採散礦，停礦斷的是你自己的私利吧？你血口噴人！我什麼時候偷採私礦了？你有證據嗎？有沒有證據？你和你的親信心裡最清楚。後山那個廢棄礦洞，每天晚上燈火通明，運礦車凌晨進出。要不要我現在帶大家去看看？少拿空話唬人，走着瞧。林公，這小子肯定不會安分。我昨兒親眼看到他帶了3個人往後山私礦那邊走，怕是想多挖幾車賣錢。我跟大家交個底，旅遊項目則動工到試運營至少要3個月。這3個月，參加項目幹活的村民，每人每月保底3000塊工錢，我個人出，盈利了再分紅。3個月後覺得不行，礦隨時可以重開。不行不行不行！林公，你一個人掏腰包，3個月，光幹活的人少說20-30個，1個月就是8-9萬，3個月20多萬，你圖啥？風險太大了。林公，我們知道你是真心為村裡好，但這錢不能讓你一個人扛，萬一項目真做不起來，你不是血本無歸？我見過礦難事故，我想讓你們放下鎬頭，自己如果連這點風險都不敢擔，憑什麼讓你們跟我一起賭？林公，這保底錢村裡湊一半，不能讓你一個人扛。錢的事先別跟我爭，眼下最要緊的是明天的村民大會。趙家村旅遊轉型項目保底協議第1條，凡參與項目建設的村民，前3個月每人每月保底工資3000元，由林岩個人擔保支付。第2條，項目盈利後按股分紅。第3條，3個月後，村民集體認為項目不可行，可投票決定是否重新開放採礦。行，林岩，你說話算話，3個月保底3000，少1分都不行。我趙虎跟你賭了，輸了，你立刻滾出趙家村。大夥都聽見了，他說的3個月不行就重開礦，咱們就當免費領3個月工資，怕什麼？這裡是觀景台1號點位，正對雲山主峰，日出角度最佳。標樁打在這裡，彩旗插3片。林公，那邊那個廢棄多年的礦洞，能不能做博物館的主入口？可以，這個礦洞採的是石英麥，洞壁紋路很漂亮，可以安排。林公，累是累，但想着以後這些地方都是景區，心裡還真挺高興的。我以前也帶人上山，都是為了找礦脈。今天頭一回覺得這山不用挖，光站在上面看看就值錢。林公，那觀景台要是建好了，景色是不是特別好看？對，日出雲海，你們守着這座山這麼多年，最好的風景其實一直就在眼前。不好了，標樁全被拔了，
彩旗也全撕了，地上只剩土坑，碎布扔的满地都是。肯定是赵虎，除了他没別人。我現在就去找他算賬。去找他沒用，他會抵賴說沒有證據，加裝監控攝像頭。他喜歡晚上來，那就讓攝像頭替他作證。虎哥，白天剛插上的，咱們今晚又去拔，萬一裝了監控咋辦？怕啥？黑燈瞎火的拍不清臉。先拔標裝，再把堆在山腳的那批建材给我掀翻，看他这项目還怎麼開工。大伙看看，昨兒剛插的標裝一夜全毀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林岩的規劃根本不合山裡規矩，山神爺不認，別跟着瞎折騰了。也是啊，昨天剛插上就沒了，這也太邪了，不如回去挖礦踏實。我跟你們說，趁現在還沒投錢，趕緊散夥。等林岩把錢糟蹋完了，咱們連礦都沒得挖，那才是真的完了。各位，昨晚後山發生的事兒，我給大家看一段視頻。這視頻裡不就是趙虎嗎？趙虎，你自己拔莊毀旗，反過來怪山神爺不認，你還要不要臉？你那個私礦洞口在後山的窩棚下面，你以為大伙都不知道？你怕的是項目搞起來了，你偷挖的那點私礦就再也藏不住了。是我拔的又怎麼樣？山是祖輩傳的，我想怎麼弄就怎麼弄，關你們什麼事兒？有我在一天，這項目就別想順順當當搞。趙虎，按咱們村的規矩，故意損毀集體財物要賠3倍工錢，還要在全村通報。這筆賬我會跟你算清楚。師傅停車，這條路是我們村的地界，想過去可以，500塊過路辛苦費，不給掉頭回去。大哥，我這送的是村裡的材料，有批條的，您通融一下。哼，批条能當錢花？500塊，1分不能少。王矿主，村口有人堵路，3個騎摩托的說要500過路費。堵路，敲詐到我們門口來了，我叫幾個人過去，看他們能硬到哪兒去。別動手，動手就中了他們的套，他們巴不得把事情鬧大，到時候說趙家村的人打人，有理也變沒理。你們想幹什麼？人多欺負人少。這條村路是趙家村和王家村15年前共同集資修建的。你說是你們村的地界，賬本上有沒有你們的名字？媽的，算你狠！走。虎哥，堵路没成，他们人太多了，还拿了什麼賬本？那幾個怂貨被唬住了，騎着摩托跑了。沒用的東西，我已經托我表哥了，他假裝文旅公司老闆談承包，把項目搶過來，咱們想怎麼挖礦就怎麼挖礦。各位，這位是張老闆，省城雲嶺穩裕集團的老總，年營業額上千萬。他聽說咱們村要搞旅遊，特意過來幫忙的。我提個方案，30年承包期，年保底分紅5萬，由我司負責，村民坐享其成。5萬不多，30年就是150萬，每年5萬，30年150萬，穩賺不賠呀！人家有經驗，咱們自己搞，萬一賠了，那可啥也沒了。人家張總說了，簽了合同，先預付第1年的分紅，5萬塊，明天就打進村賬戶，這誠意上哪兒找去？林公，借一步說話。林公，這是2萬塊辛苦費，承包的事兒你別反對。你1個月才掙多少？這夠你幹大半年了。張老闆，這2萬塊你收好，承包的事兒我不會同意。哼，給你臉不要臉，
我告訴你，林岩，就你们村里这帮人自己搞景区，不出3个月，项目就得烂在手里。张老板，或者我该叫你赵虎的亲戚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林岩，你查我，不需要查。你右手虎口的茧子是长期握镐头磨的。张老板，你连自己身上的痕迹都没擦干净，就敢来冒充文旅老总？你们想想那个承包方案，张老板说了，每年5万保底，不用自己操心，不用投钱，躺着数钱就行，非得跟着林岩瞎折腾。张老板不是被你表哥？表哥是表哥，张老板是张老板，两码事儿。反正我就一句话，林岩的项目撑不过半年，到那时候哭都来不及。王矿主，这是全村73户联名请愿书，我们要重新考虑张老板的承包方案。73户？你听谁说的？什么承包方案？张老板的底细，林工早就查清楚了。我们不管张老板是谁的亲戚，人家说了，签了合同，先付1年分红5万块，明天就打进村账户。林岩能吗？他除了画大饼还能干什么？你们别被人骗了，那就是赵虎找来的幌子。合同签了，项目也不归村里了，你们连矿都没得挖。我们不管，3天之内不给答复，我们就自己找张老板签。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们不打招呼。各位乡亲，我今天说几句公道话。张老板虽然是我表哥介绍的，但人家什么都会，我们村自己搞，连个像样的宣传册都印不出来。对，人家张总说了，签了合同就给预付分红，明天就能拿到钱。签吧签吧，别让林岩瞎折腾了，躺着分钱多好。各位先别急着签合同，我帮大家算2笔账。第一笔承包方案，30年，每年5万，总共150万。但咱们后山矿坑博物馆参考红岩村行情，保守年游客5万，年营收至少200万。第二笔自主运营，利润全归村集体，全村73户，每户每年能分2万7。走承包的话，每户每年不到700，够你家孩子1学期学费吗？还有件事儿，云岭文旅集团根本不存在，没执照，没资质，没任何景区運營記錄。你表哥倒賣礦石這麼多年，忽然改行做文旅，胡說八道。要不要我現在打電話問問，現場查一下？還是說你表哥你公的門朝哪開都不知道？趙虎，回去告訴你表哥，再敢來村裡招搖撞騙，我就把你們倒賣私礦的事兒全抖出來，讓10里8村都評評理。林工出事了，周邊5家建材商全部供咱們貨，現錢也不行，說好的施工隊也全推了火。肯定是趙虎搞的鬼，他跟建材商熟，故意卡咱們。還不止建材，我又跑了幾個施工隊，帶頭的工頭都跟我支支吾吾，說趙虎找過他們，說不許接趙家尊的活，誰接就跟誰翻臉。這些建材商和施工隊有沒有說趙虎拿什麼條件封殺的？他牽線周邊礦山的活抽成，得罪他就等於丟了整條線的生意。他只能管住本地的，管不了全省的建材，也壓不住外地的施工隊。林工，貨齊了，規格比本地高，價還低1成，運費全包。林工，這次我們按成本價幹，就當給村裡出力。趙虎算盤落空了，明天就能開工。別大意，趙虎肯定會半夜來搞破壞。那怎麼辦？今晚分3組守建材，步道標裝再加1組，見動靜先報警，再喊人，再給建材堆和步道入口裝紅外監控，對準路口和樹叢。放心，今晚我帶頭值第1班。
建材堆没事，步道上有人搞破坏，石板被砸了，栏杆也被踹了，往北边跑了。肯定是赵虎，昨天晚上除了他没别人。这石板一块就大几十块，重新订货，工期又得耽誤好几天。林公，不能再忍了，报警吧！报警有用，但不是现在。昨晚老刘看到人了，可没抓到现行。那怎么办？越是这时候越不能乱。第一，被砸的石板和栏杆今天内修复，工期不能停。赵虎昨晚得了手，今天晚上大概率还会来。等他们动了手，砸了东西，咱再出来抓，人赃并获。胡哥，今晚还去吗？昨晚动静有点大，他们肯定加强了巡逻，别是圈套吧？怕什么？他们刚被砸完，现在肯定在忙着修东西，根本没心思巡逻。搭好的木架子全给我拆了，我看他明天拿什麼修。別動，手舉起來！媽的，遭埋伏了！說，誰叫你們來的？是虎哥，他給了我倆人1人500塊錢，說幫他把觀景台架子拆了，建材掀翻。昨晚砸石板也是他讓我們幹的。是趙虎，他還說，反正沒監控拍得到臉，就算被發現了也沒證據。放屁！你們收了林岩多少錢？合起夥來栽贓我！不用栽，昨晚的監控，你的臉從正上方拍到的，比身份證照片還清楚。要放給大家看看嗎？你自己偷挖私礦，怕項目做起來斷你財路，全村人都被你坑慘了。趙虎，現在人證物證齊全，你還想抵賴？算你們狠！咱們走着瞧，試營業那天，我讓你們開不了門。我趙虎說到做到。人證物證都在，他再敢來，直接報警。別高興太早，他肯定會雇人搗亂，咱們得提前準備好應對方案。林公，你是說真的？試營業當天，安排2組人，一組負責維持秩序，另一組帶上攝像機和錄音筆，不管是誰，全部取證。別進去，這景區是騙人的，礦坑就是破山洞，步道全是爛泥路，還有落石滑坡風險。快退票！花錢就是上當，黑心圈錢景區。你們憑什麼攔遊客？這礦山以前塌方正死過人，根本不該開。胡說！我們全做過加固，手續齊全。啊！你們連正規資質都沒有，誰敢進？4天前村口小賣部，你跟趙虎一桌喝酒，他給你倒的52度酒吧。碰巧坐一桌而已，說明不了什麼。這些人是本村私礦販子趙虎雇來的，他怕景區斷他財路，才雇人堵門造謠。要我把照片和監控一起發給旅遊中心嗎？非法忌諱擾亂秩序，夠你蹲起來。林公不好了，網上全是罵咱們的帖子，說咱們是騙子景區，出過礦難，好多人都在退票。網上謠言越來越多，說監測造假，博物館是空殼，再這樣下去不行，肯定是趙虎搞的，咱們投訴刪帖。昨天刪了3個，今天又冒30個，換號發根本刪不完。都這時候了，你還笑？你們看，每條黑帖下面都有真實遊客幫我們回擊，說景區實際體驗很好。趙虎反而幫我們炒了熱度，省了大筆宣傳費。
现在關鍵是把這波熱度轉成口碑。老鐵們看這兒，這10英畝的紋理是上億年地質運動磨出來的，咱們這廢棄礦洞根本就是座天然地質教堂。這些都是當年採礦時保留的原生岩壁，沒做過人工修飾。就衝這份真實，這期視頻絕對能火。我做科普就認實打實的東西。林工，成了！視頻爆了，破100萬播放，直接衝上本地熱門第1。退單的窟窿全補上了，總訂單還比之前多了3成。這全是趙虎的功勞啊！他雇人發黑帖抹黑，反倒給咱們炒了熱度，純免費送宣傳。他要是知道這結果，非得氣出病來不可。別大意，遊客越多，安全擔子越重。現在無數雙眼睛盯着咱們，哪怕一點小事故都會被放大10倍100倍。是這個理，那我馬上安排。後山步道立刻加派巡邏人手，逐段排查邊坡，嚴防落石。趙虎吃了虧，肯定不會善罷甘休，指不定還憋着什麼壞。救命啊！落石砸到人了！腳踝外側擦傷，沒有骨折，扶他去醫務室，消毒、止血、包紮，別讓傷口感染。不是自然風化脫落的，這是被人用撬棍從岩壁上撬下來的。這個身形，這個步態，就是趙虎，還有那個跟班，同一個人。上次拔標樁的又是他倆，這也太歹毒了。林工，你看，他們跑的方向是後山那條廢棄的礦車小路，那條路通到趙虎的老宅後門。截圖保存，備份3份。通知景區官方立刻發布聲明，附上監控截圖和傷情說明。好，我現在就發。把監控和證據發給所有已經簽了合同的學校和企業，發到遊客群裡，發到本地的媒體平台上，讓所有人都看清楚是誰在背後搞鬼。發這麼多，萬一遊客看到更不敢來了怎麼辦？恰恰相反。主動公開，主動透明，才能贏得信任。藏着掖着，才會被趙虎拿着當把柄反覆黑。我們先把證據和監測數據擺到台面上。林工，趙虎在山那邊搞了個山寨景區，9塊9門票騙散客，咱們客流掉了2成，要不咱們也降價跟他拼？絕對不能降，我們有加固、建設、服務的實打實成本，他0成本拼價格。我們拼不起，那總不能眼睜睜看着客人被搶走。不拼散客，拼團隊客，學校研學，企業團建，這些他永遠搶不走。正規科普內容，山體安全數據，老礦工口述史，都是景區獨有的核心價值。3所中學敲定3批研學，2家企業定下下月團建。林工，研學得取消。有個姓趙的給校長打電話，說你們出過落石傷人事故，校長堅決不同意了。怎麼了？又加單了？是退單。姓趙打電話到學校造謠山體不安全。趙虎，撬落石不夠，還造謠毀研學，這是要把咱們往絕路上逼。後山監控拍到的撬石錄像截圖，傷者的傷情鑑定報告。趙虎電話造謠的通話記錄，證據很清楚。監控畫面裡身形、步態、逃跑路線全對得上。撬石屬於故意毀壞公戶財物和危害公共安全，加上電話造謠擾亂學校正常秩序，2件事並案處理。我們現在就去傳喚趙虎。工作人員同志，他還往景觀湖裡倒過污水，往步道上扔過腐爛垃圾，這些能不能一起算呀？有證據都可以提交。我們先把撬落石和造謠的案子立了，其他的你們整理好，隨時補交。林工，你這些材料的細緻程度，比我見過的正式卷宗還規範，這都是長期跟蹤積累的。趙虎每一次搞破壞，我都有記錄。各位，這是趙家村後山過去3個月的生態修復對比數據，空氣質量優良，
水储流失量下降，放在全省任何礦山治理项目都是第一梯队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个项目没有花财政1分钱。从边坡加固到步道建设，从矿坑博物馆到污水处理系统，全部由村集体自筹和景区营收反哺。杨专家，您觉得赵家村模式最大的可复制价值是什么？2个词：自主造血和村民主体。不是等靠要，不是外包给开发商，而是村民自己干、自己管、自己赚。赶快报道，这是特大新闻！小山村秒变省示範區。林工，林工，你看，省里的文件，我們是示範點了。我們成了榜樣了。林工，我們真的成了榜樣了。全省的礦山轉型，以後都要來咱們村學習。胡哥，咱剛取保出來就幹這個，旅遊中心可說了，再犯事直接抓起來。呸！怕什麼？監控我踩過點兒了。景觀湖這邊有3個死角，1個攝像頭都拍不到。他們不是省里示範點，不是綠水青山嗎？老子就給他們青山變垃圾山。胡哥，這又是什麼？好東西！前陣子去隔壁縣收礦石，路邊看到一大片松林全死，我順手掰了幾捆。松樹一染上這玩意兒就沒救，一顆傳染一片，一片傳染一座山。讓他們當榜樣，當去吧。等你這林子死光了，看誰還敢來。什麼味道？好臭啊，有點像下水道堵了那種。你看湖面上怎麼飄着一層油？是不是排污管漏了？算了，別看了，這味道太惡心了，咱們去別的景區吧。這是誰大半夜扔的垃圾？還有這味道，像是泔水。咱們景區周圍又沒有飯店，哪兒來的泔水？松材線蟲確診了，這蟲子一旦進入松樹體內，阻斷水分輸送，1傳10，10傳100，傳播速度極快。專家，我們這片松林整整120畝，意思是全要死。現在發現及時，還有救，但必須立刻行動，全面檢查整片松林，找到所有掛上去的帶病枯枝，集中焚燒。還有查清楚這些病枝的來源，趙虎不可能憑空釀出松材線蟲。和上次趙虎撬石砸建材用的鐵絲一個規模，全程拍照、錄像，編號歸檔，提交給旅遊中心。又找我？我這2天在家睡覺，門都沒出。不信你們查監控。那景觀湖的污水，松林裡的病枝，這些都是誰幹的？你家院子的3輪車上，輪胎印和景觀湖小路上的胎印完全吻合。3輪車誰都能借。步道監控雖然拍不到景觀湖，但拍到了你家3輪車進出後山小路的畫面。我認，污水是我倒的，垃圾也是我扔的，搞破壞的時候我都認，我就是氣不過。泄私憤，但那個松枝，我真不是想害整片林子。病松枝是哪兒來的？隔壁縣。上個月我去那邊收礦石，路過一片松林，整座山的松樹全死了，紅赫赫的一大片。我順手掰了幾捆帶回來，想惡心惡心林爺。隔壁縣哪片松林？具體位置？你是記者，還是上面來調查的？趙家村的，我們那邊剛發現松材線蟲，病枝就是從你們這片林子偷過去的。你們才發現，我們打了報告，申請了專項治理資金，流程走了半年，到現在還沒批下來。
這线蟲是從天牛身上傳的。天牛能飞几公里？你们村离这儿多遠？直線距離不到30公里。30公里對天牛來說就是一個夏天的事兒。你們得趕緊搞聯防，光我們一個線幹沒用，蟲子不分縣界。如果再不联防，趙家村今天染的幾棵松樹，就是明年整片後山的預告。蟲子不等流程。林公，你可算接電話了。趙虎趁你不在又來了，他帶着人往步道上扔了5、6麻袋不爛菜葉米飯和爛魚腸子，又腥又臭。湖面的油污清理乾淨了嗎？清理乾淨了，可步道上現在全是爛魚腸子，還有蒼蠅，一群一群的。好，你安排人先把步道的垃圾清理掉，撒石灰消毒。我现在直接去旅遊中心。你還沒吃飯呢？趙虎也沒吃，今晚他要在旅遊中心吃了。反正已經撕破臉了，景區不讓我活，那就誰都別想活。炸了這面礦壁，裡面的富礦至少值20萬，拿到錢我就走。這破村子誰愛待誰待。虎哥，炸藥這東西不能亂來。廢話少說，點上。全部不許動！礦山護理員。趙虎，你跟我走一趟吧。我就不該惹你，從你進村第一天就不該。這是我整理的趙虎從去年開始偷採私礦的長期跟蹤記錄。林公，這份材料太專業了。這小子總算是把自己作進去了，炸藥都敢用，他是真瘋了。第一天就看到他在後山偷偷往外拉礦石，但那時候說了沒人信，所以只能等，等到他自己把所有把柄都送上門來。鄉親們，我是趙虎的母親，來替趙虎給你們道歉。他斷了全村的活路，我對不起大家，對不起村裡的老少爺們兒。趙嬸子，你起來。趙虎是趙虎，你是你，你一輩子在村裡沒做過一件虧心事。趙虎砸我們石板的時候，怎麼不想想今天？堵路要過路費的時候，怎麼不想填？拔我們標樁的時候多囂張。現在好了，相關部門替你拔，把你這個人從村裡拔出去了。各位，趙虎那些爛事兒徹底過去了。從今天開始，趙家村景區翻新升級正式啟動。半年，給我半年時間，這些圖紙上的東西全部落成。這真是咱們趙家村，這比我在電視上看的那些景區還氣派。這輩子沒想咱這石頭窩能變成這樣。不只是石頭窩變成景區，是過去挖礦的人以後帶着遊客看礦，過去下井的人以後在博物館裡講礦。各位觀眾，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趙家村景區的懸空玻璃底觀景台。而就在2年之前，這裡還是一座隨時可能塌方的廢棄礦山。林公，單月120萬。去年這個時候，我們還在發愁30天的保底工資3000塊怎麼湊。林公，恭喜你們的礦山轉型模式已經作為廢棄礦山轉型典型案例上報了。你們給全省礦山轉型打了個樣。打了個樣？全省？省裡說我們打了個樣。趙家村模式證明，廢棄礦山不但能活，還能活成文旅標杆。下一步，全省100多個廢棄礦區都要參照你們的路子來做。林公，2年前你說轉型搞旅遊，我說你是瞎折騰；你說把礦坑做成博物館，我說那是瘋了。省裡說我們是標本。下一步會有更多的人來參觀學習，我們得把每一個環節都做出標準。您好，市資源中心，林岩同志正式通知您，下個月15號，請您到市裡做經驗介紹。收到，謝謝。
林工，县電視台來了，2輛車，5個人扛着2個攝像機，架了3盞燈，人家點名要採訪你。讓老李頭先去，他是老礦工，最有故事。我把今天的門票賬對完就過去。賬什麼時候不能對？人家電視台等着呢。賬不對完，怎麼知道哪塊收入增長最快，哪塊成本有浪費？林工，有人說你自掏腰包给村民发了3個月保底工資，才把這個項目推起來的。你自己掏的錢，後悔不後悔？沒後悔過，因為從第一天開始我就知道，這個事兒一定能做成。不是因為我有多厲害，是因為趙家村的底子太好了。第二個問題，趙家村模式入選了全國10大典型案例。你覺得這個模式最核心的東西是什麼？一句話，不靠別人，不等開發商，不等財政撥款，不等扶貧項目，就靠自己手上的資源，自己腳下的土地，自己村裡的人。我們要做的事兒很簡單，讓遊客從半天變成1天半，從2天1夜變成年年都來。怎麼變？總不能把人家鎖在景區裡不走吧？不是鎖，是給他們留下來的理由。有了生態民宿，就有了住宿收入。我宣布2件事：老李頭負責礦山記憶體驗區，所有老礦工都編入講解員和體驗教練團队；王礦主負責運營和接待。產業工人後代計劃很簡單，我們這個礦區30年前有3代礦工在這裡挖過礦，他們的子女現在散在全國各地。我們要發一封邀請信，請他們回來。林工，你這個數據太漂亮了。以前遊客平均停留時間不到半天，就是我們最頭疼的問題。你現在的套餐把停留時間拉到了1天半。我要的不只是精品線路，我要這個套餐能全年運營。媽媽，你看，這是我挖出來的，真的石头，透明的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你手裡這塊石頭比你爺爺年紀還大嗎？3億年。3億年？那是不是恐龍的時候就有這塊石頭了？對，比恐龍還早。以前我們拿命換這些石頭，現在你們花錢來玩這石頭。你說這世道是不是越來越好了？家人們，我在趙家村的礦山記憶體驗區，教我凿石頭的大爺在礦上幹了20年，真正的老礦工。來了。啥來了？國家礦產公園，這是要咱們評進國家級的礦產公園。林工，這不是全省打烊了，這是給全國打烊啊！考察組一共6個人，下周1到，考察期為3天。26項咱們都準備好了嗎？從第1天做加固工程的時候就開始準備了，每一樣都有檔案、有數據、有照片。下周省文旅廳和國土廳的聯合調研級要來咱們村，不是要來考察該不該做，是來考察怎麼做，把接待方案做詳細。好，我做接待方案，你準備匯報材料，咱們給這幫專家看看什麼是趙家村，什麼是礦山記憶，什麼是從挖石頭到看石頭。是讓石頭自己開口說話。林工，第3監測點又跳了，位移速率已經超過黃色預警線，馬上就到橙色了。全體注意，我是林岩。第1，立刻閉園，關閉所有入園通道，已入園遊客由各點位工作人員引導往山下疏散。林工，現在天都黑了，外面還下着雨，真要全部撤。有些游客剛住進民宿，正吃着晚飯呢。一個都不准留，民宿裡的步道上面，停車場裡的全部，現在，馬上。
大半夜的下雨叫人下山，这叫什麼景區？我花了2000多訂的民宿，連個熱水澡都沒洗完。就是，說是監測數據異常，誰看得懂那些數據？萬一是機器故障呢？這不白折騰人嗎？下幾天雨就滑坡，這山都挖了幾10年了也沒踏過，林工是不是太緊張了？一共疏散276個人，全齊了。林工，你確定數據沒錯？要真實勿報，明天這些人投訴電話能把景區熱線打爆。3個小時，如果3個小時之內沒有動靜，明天所有投訴我來扛。後山第3地段大面積滑坡，步道中段到山頂段全部沖毀，觀景台原址被埋了。林岩，我需要一個完整的匯報，從第1個數據異常開始，到最後1個人員撤離，全過程接近橙色預警。我下令啟動應急預案，閉園令下，開始撤離。19點40分，276人全部轉移到安置點。22點33分，後山第3巨段發生大面積滑坡。林岩同志，你把這份記錄複印3份，這是教科書級別的應急撤離案例。林工，昨晚你下令全員撤離的時候，有沒有過1秒鐘的猶豫？你就不怕判斷錯了，被幾百個遊客指着鼻子罵？罵幾天和死人，我選前者。林工，我昨晚說的話，你當我放了個屁？你沒錯，怕白折騰是人之常情。嚴哥，這事兒要寫進縣志，趙家村村志上得單開一頁。功勞不是我一個人的，是在場的每一個人。昨晚你們跟着我撤，這是趙家村自己救了自己。各位觀眾，趙家村礦山文化節正式開幕。你們看到的這片鐵鏽色的燈光，來自上個世紀礦工們真正用過的礦燈。林工，數據出來了，今天入園人數突破了12000人，打破了開園以來的最高紀錄。滑坡讓外界知道了，趙家村知名度打開了。明天開會，討論礦山文化節的常態化運營方案。真熱鬧。林工，你記不記得2年前春節，咱們在礦洞口給工人發工資？那時候村裡連個像樣的飯館都沒有，現在街上10幾家農家宴，家家坐滿。這只是開始。今天到場的遊客裡，有一群是從鄰省專程開車來的，他們是來看一個村子怎麼把一座死山救活的。不在咱村辦，那在哪兒辦？林工，你這是在搬家還是在打仗？整理經驗，把趙家村從第1天到今天走的每一步，怎麼決策的，怎麼踩坑的，怎麼爬出來的，全部寫成技術報告。下一個村子，你說的是那些打電話來要學習的人？對，他們每次來，我只能口頭上講2個小時，沒有標準化的材料，他們回去一實操就變形，讓他們拿着就能對照着自己的情況做。各位趙家村做了2年，我把這2年濃縮成7個章節。第6章，地質災害監測預警體系。趙家村在這上面投入了景區年營收的12%，你們可能覺得高。林工，我們縣有3座廢棄煤礦，植被全毀了。你那份報告能不能給我們一份電子版？我們自己出錢買也行。報告免費，來學習可以，要帶上你們自己的地質圖、水系圖和交通圖，不帶圖紙來的一律不接待。框架各位都看過。我重申，模式可複製，礦山故事不能假，沒老礦工的記憶，文旅 IP 就是空架子。這3條我們以往合同從未見過，但我們認。專家說我們的礦能成下一個趙家村，我們不敢搞砸。備註裡說，就算引社會資本，礦坑也不能轉商業地產，是你特意加的。對，不少開發商想拿地蓋別墅、建高爾夫，我拒了6家。趙家村踩過的坑，你們不用再踩。林工，我們做礦山轉型踐行者人物特寫，想用您的照片做版面頭條。個人專訪我不接，要做就做趙家村集體專題，我提供全部素材，安排採訪老礦工、村民和合作方，版面放全村合影，不用放我。
這是國家級媒體專訪，分量很重，您確定？正因為分量重，才不能只寫我。轉型是全村人幹出來的，寫一個人，寫不出趙家村的真相。一個村子和一座礦山的和解，整整2個版。我在這兒，我上國家級報紙了。挖了一輩子礦，臨老了還能這麼風光。林公，省厅剛來電，下個月全省礦山轉型現場會定在咱們村開，還有7、8個縣的考察團已經動身了。來得太急，咱們的模式還在野緩，一窩蜂照搬很容易走樣。这是好事啊，說明咱們的路走對了。路對，不代表所有人都能走穩。怕就怕有人只盯着文旅賺錢，把安全和修復的底線丟了。林工，這是咱們第3個學期的研學合作了，累計參團學生已經突破1萬人了。我們學校把地質研學納入了科技節的固定活動。1萬人，今天教會1個孩子辨認3種岩石，10年後可能會多出3個地質學家。趙家村需要有人來看石頭，但更需要有人真正懂石头。林叔叔，你看我找的这块，老師說這是鐵礦石，以前挖出來煉鐵的，對不對？那它還能長出草嗎？以前它藏在山裡，是讓人挖走的礦，現在它留在這兒，是給你講故事的石頭。劉教授，第3階段是記憶外化。趙家村目前做的礦山記憶體驗區和老礦工講解，算不算已進入這個階段？你是林岩？趙家村的林岩？是。各位，能問出這種問題的人，不需要我教，他已把5個階段走完了3個，只差人幫他確認剩下2條路。趙家村不是案例，是教科書。林岩，我在全國看了上百個礦山轉型案例。但沒有一個把礦工的名字刻在石頭上。你們做的事兒可以進教科書了。名字會磨掉，風吹日曬，青石板上的字最多保幾十年，但路留下了。這條路不比任何高速公路級別低。林工，我入行20年，這是我經手的礦山修復教材，你絕版了。你想讓我寫實操版？不是我想，是這個行業缺。你這3年的筆記、合同、數據、決策記錄本身就是教科書。2個月交全稿，這本書不是暢銷書，是填補空白。選題會上，我把你的技術報告往桌上一放，全場直接舉手通過。好，2個月，但我有一個條件，最後一章保留10頁空白。留給讀者做筆記？不是，留給下一個趙家村，他們會在空白上寫自己的名字、數據、故事。這本書不是終點，是起點。這條步道從趙家村礦口物館出發，穿王家村舊選礦場遺址，經陳家村山頂湖泊，翻李家村古梯田，全程16公里，8個停靠點，每點一個礦山記憶展示站。林工，遊客能順着這條路走到我們村，那顯礦場遺址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能拿來幹啥。舊設備不拆，清洗、防鏽漆、解說牌就是第一站。4個村各有獨特記憶，王家村選礦場，陳山村湖泊修復，李家村礦工梯田，串起來就是礦山文化走廊。這條步道歷時4個月，4個村出工2300人次。碑上的字，比我說的任何話都重要。林工，這是咱4個村頭一回把名字刻在同一塊石頭上。以前為一條運礦路，差點打出人命。以前搶的是腳下的礦，現在走的是腳下的路。挖礦越挖越少，走路越走越多。這頭球磨機，1987年從瀋陽重工買的，當年花了14萬。礦關了以後，修了快20年，現在清潔加固，解說牌把生產參數、顯控原理全寫上。它不是廢鐵了，是教具。林工，這些細節你怎麼記住？不是記住的。我來趙家村第1天，
就決定不給任何一塊石頭、任何一台設備判死刑。海拔640米，4個村的屋頂、炊煙、路全收在一個畫面裡。從今天起，它叫礦山紀念文化走廊。大爺，您這字兒寫的真好，比街上賣的有味道。挖了20年礦，手有劲儿。以前拿鋼揣，現在拿毛筆，輕重差不多。福字送你了，明年還來啊！你看，紅燒魚是你爸做的，肘子是二婶送的，饺子是芹菜豬肉馅的，你最愛吃的，就等你了。媽，我今晚回去，你把我的碗筷摆上。回就回呗，说这么肉麻干什么？我跟你爸先吃着，不等你。严哥，我就知道你还没走，走啥走？街口的流水席还在呢。你的那份饺子我给你留着，全馅的，一个没破，吃完再走。先欠着，今晚回家吃。我媽第3年了，不能再讓她等了。還知道回來啊？我以為你要把會議室那張行軍床睡到退休呢。去洗手，你爸把酒都倒好了。妍啊，不是媽囉嗦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村裡的事重要，你自己的人生大事呢？知道了。知道，你每次都說知道。妍子，你後不後悔？後悔什麼？後悔當初放着市裡的工作不要，跑到山溝裡跟石頭打交道。你2年03天沒回家了，你後不後悔？爸，你記不記得小時候你帶我去礦山，你站在礦洞口跟我說，這座山養了咱家3代人。前年我再去的時候，那座山快塌了，現在那座山每天有2000人去看它，不是挖它，是看它，它還在養人，只是換了個方式。我不後悔。行，不後悔就行。吃菜。這是咱村兒？我記得出村的時候，以前後山還是挖的跟月坑一樣。那是啥？玻璃橋，還開了民宿。咱們趙家村有民宿了。我爺爺能看一眼這個，他就不用在炕上病了好幾年，念叨那個礦洞沒出路了。我的努力沒有白費，共勉。